这个美女小姐在情人节当天竟然失忆了整整24小时，一觉醒来浑身晒成龙虾红，只因她是台北最急躁的快闪族。别人约会靠玫瑰巧克力，她却用交友 APP 刷出个诈骗犯当男友。为了证明自己没疯癫，她翻遍全城监控录像，却发现有个开老式公交的木头男用20年跟踪偷拍她。直到她喝下那碗冰镇绿豆汤，才想起童年海滩边的秘密约定。原来晒伤她的不是太阳，是有人偷走全世界的时间，只为带她找回被快进的人生。小琪丢了东西到警局报案，不过她丢的既不是钱，也不是物品。我掉了一天。掉了什么东西？掉了一天？是掉了一天呢。警察觉得有点离谱，这人脑子有病吧？有点离谱。我也觉得很离谱。这事儿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小琪就像被按下快进键的录像带，干什么都比别人快一拍。幼儿园合唱比赛，老师钢琴还没弹到副歌，他就把整首小星星唱完了。运动会上，八连墙刚冒烟，他已经窜出去3米远。这不是他诚心捣乱，而是他没法和这个世界保持同步。他的时间似乎总是比别人快一点，比如他会在闹钟响起之前抢先睁眼，也会在快门按下的瞬间提前完成睁眼再闭眼的动作。所以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闭着眼睛的。这种快节奏生活到30岁就出问题了。在邮局上班的小琪发现自己提前把人生过完了，同事还在讨论周末相亲，他已经把养老院宣传单看完了。朋友刚收到结婚请柬，他连离婚协议书模板都收藏好了。情人节永远是自己买巧克力，生日永远在加班，最值钱的家当是用了5年的电风扇。不过小琪也有梦想，他桌上放着一本旅游指南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出国旅行。他喜欢把明信片上的风景拍下来，发在社交媒体上，再配上凡尔赛文学，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。虽然过着毛坯的人生，但也必须要有一个精装的朋友圈。那天在公园遇到刘老师，简直像偶像剧开场。这个穿紧身红衬衫的男人，带着广场舞大妈跳小苹果，都能跳出夜店范。你的妆画得很好哎，刘海都不会掉。他撩头发时，发胶味熏的蚊子都绕道。但母胎单身的小琪哪见过这场面？特别是听说人家搞区块链的，他自动脑补出华尔街精英的形象。男人油归油，但小琪却很受用，因为他的内心极度干涸，就算是一滴油，也能让他得到些许滋润。而且，男人不仅人帅，工作也好，做的是高科技行业区块链。他的春天终于来了。接下来2天跟做梦似的，男人对小琪发起猛烈攻势，不仅帮他赶走了故意找事儿的油腻男，还约他明天下班一起看电影。小琪笑靥如花，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。回家后，小琪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，他打开电台开始听广播。小琪很喜欢幻想，总是把电台主播想象成一个自带马赛克的男人。今天的广播主题很应景，真爱是什么呢？是一种绝佳默契的心灵相通，还是2个人噼里啪啦电来电去？在茫茫人海中，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吗？小琪赶紧点点头。电台点了一首歌，小琪拿起小风扇，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嗨了起来。他一边唱一边幻想，他的意中人梳着大油头，穿着红衬衫，踏着七彩灯光，弹着木吉他，深情款款向他走来。第2天，男人又来找他，还带了便当。小琪一脸花痴般的感动，吃着爱情便当，小琪幸福的快要晕厥过去。晚上，他和男人一起看了电影，2人的好感进一步加深。男人说自己是个孤儿，孤儿院是他永远的家。现在，孤儿院里有个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要做心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。小琪忽然想起广播里说情人节那天市政府要举办情人默契大赛，第1名有20万奖金，还有2万公里的机票。如果我们能拿到第1名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明天就是情人节，小琪拉着男人便开始了训练。他的节奏很快，男人哪里跟得上，差点累个半死。但小琪已经开始期待他脱单后的第1个情人节。回家的公交车上，暧昧的气氛开始弥漫。小琪献出自己的初吻，忽然一个刹车，初吻宣告失败。小琪瞬间清醒，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小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收音机里马赛克主播在讲真爱就像公车，错过这班。他啪地关掉收音机，看着桌上旅游指南里巴黎铁塔的照片。明天要和刘老师参加情侣默契大赛，赢了有20万奖金呢。其激动到彻夜未眠，闹钟还没响就早早起床，坐上第1班公车，准备去赴情人节之约。旁边有一对胖胖的情侣，小琪的目光被他们吸引，没有注意到旁边坐着的色狼已经将手伸到了他的胸口。可下一秒，他就重新回到了床上。闹钟再次响起，他起床一看，发现脸上一片通红，身体也被晒伤，胳膊和腿无比酸疼。他有点疑惑，不过还是起床赴约。上了公交车后，他更加疑惑了，旁边没有人，那对胖情侣也不见了。小琪来到广场，发现这里空空荡荡，根本不像有活动的样子。他问扫地的阿姨，这才知道情人节已经过去。今天是周一，他连续问了几个人，都是如此。
小七赶紧赶去上班，同事都以为他去晒了日光浴，可小七却没有一点记忆。他打开手机一搜，发现情人默契大赛已经结束，那对胖情侣夺得第1名。回到邮局，那个天天来寄信的怪人又出现了。小七认识这个男人，不知从哪天起，男人每天都会来寄一封信，而且还会当着他的面用唾沫粘好邮票。他感到很奇怪，不过这会儿他心里很乱，并没有在意男人脸上的晒伤。他像往常那样给他寄了信，那个他只认识2天的男友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也不回。小七感觉莫名其妙，自己竟然丢了1天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就去报了警，想让警察帮他找回消失的这1天。对于这种事，警察只能送他2个字：神经。回到家，小七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家里忽然停电了，一片漆黑中，衣柜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，小七一阵毛骨悚然。衣柜打开，里面是一个亮着灯的橱窗，还有一个古怪的老头。老人一下吃掉了1只苍蝇，小七大开眼界。老人介绍说，他是异界精灵，会把人类在成长路上遗失的一些东西，比如纯真、善良、同情心、想象力、热情等等收集起来，在某个时间端出来，让失主前来认领，有感觉的可以拿回去，没感觉的就可以 pass 掉。壁虎端出一袋东西，这些都是小七遗失的，有他的第1个奶嘴、3岁时的布娃娃，还有很多钥匙，可这些小七都不记得了。原来自己丢了这么多东西，小七有点不好意思。壁虎提醒他，摆在家里的东西不见了，就表示那个东西没有被重视。小七立刻想起了爸爸，10几年前他就不见了，是不是也表示他没有被重视？他问壁虎，爸爸现在在哪？壁虎给他一个卡片，放映机1张卡带。小七看到爸爸正在一座寺庙跟一个和尚下棋，但爸爸的具体位置壁虎不能透露。小七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爱情这东西会消失吗？壁虎犹豫片刻，所有的爱情都是自我催眠。正说着，家里来电了。小七打开衣柜，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。直到这天，路过一家照相馆时，小七竟然发现自己的照片赫然挂在橱窗外，而且这张照片还是睁着眼睛的。他不记得自己去过海边拍过这张照片。老板告诉他，洗这张照片的人叫阿泰。那天他的脸肿得像猪头一样。小七忽然想起那个每天早上都来寄信的怪人，难道他就是阿泰？他怎么会有自己的照片呢？小七带着满腹疑问回到公司，在给顾客拿钥匙时，他忽然想起壁虎递给他的一把消失的钥匙。小七又想到自己消失的那一天，肯定和那个阿泰有关，说不定他寄信的地方就有一个邮箱，里面藏着所有的秘密。想到这里，小七回了老家，在小时候的百宝箱里找到了那把遗失的钥匙。小七请了假，来到阿泰寄信的地址，走遍大街小巷所有的邮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开锁成功，并且在邮箱里找到了一张手绘地图。根据地图，他来到了拍摄照片的地方，那是一处鲜有人到访的海滩。小七逐一打开那些信，更多的照片掉了出来，阿泰的故事也掉了出来。这个叫阿泰的男人，人生就像被按了0.5倍速播放。小时候玩捉迷藏，他数到10要花别人2倍时间，食堂打饭永远排到最后，连菜汤都捞不着。高中时暗恋小琪，等攒够勇气要告白，人家已经转学走了。现在30好几还开公交车，因为公司规定时速不能超过40公里，这速度刚好够他反应。阿泰小时候就认识小琪，一直暗恋着她，直到高中他们才再次见面。阿泰总是默默地和她坐同一班公车，有时候下课也会去等她，但小琪一直没有发现。直到很多年后，他们在台北的公交车再次相遇。得知他在邮局上班后，阿泰便决定每天早上都去寄一封信给他，晚上载他下班。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他，直到这天，他看到了刘老师，看着他在小琪面前献殷勤。阿泰醋意满满。出来后，他听到刘老师在和别的女人打电话，结果发现刘老师和很多女人都纠缠不清。阿泰担心刘老师对小琪图谋不轨，所以就一直跟着他们，甚至和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。于是电影院里便出现了诡异的一幕，小琪在大家没有笑之前就笑了，阿泰在大家笑完之后才开始笑。等看完电影，阿泰载着他们回家，眼看女神就要被渣男夺去初吻，情急之下他猛踩了刹车。和小琪分别后，刘老师一个人上了公交车，很快就上来一个女孩和几个黑社会。原来女孩被刘老师骗了50万。女孩的哥哥是现在来找他算账，亲眼目睹刘老师被揍成猪头后，阿泰也上去揍他，但因为动作总是慢半拍，他反而被刘老师揍成了猪头。紧接着，阿泰就在公交车上睡着了。第二天一睁眼，发现整个世界都静止了，所有人都成了木头人。他搞不清楚状况，于是第一时间就去找小琪。此时，小琪正在那辆公交车上，面带笑容地看着那对胖情侣。
咸猪手就停在他胸前。阿泰掰过咸猪手，还把其他乘客的头转向窗外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阿泰觉得这是老天赐给他的一天。阿泰发动公交车，载着一车人上了路。公交车穿过一片天空之镜般的海边渔场，来到阿泰所说的秘密基地。他抱着小琪来到海边，就地取材，做了一个风筝一样的框架。阿泰复刻了很多爱情片的浪漫场景，给他和小琪拍了很多情侣照片。虽然小琪不能说话，不能行动，但能够和他独处一天，阿泰还是很开心的。迎着暖黄色的夕阳，阿泰载着一车人返程。夜幕降临，突然冒出个流浪汉大叔阿泰，差点吓尿。这是除他之外唯一能动的活人。大叔盯着熟睡的小琪看了好久，原来他就是小琪消失多年的父亲。阿泰问他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动，但其他人都不能动？小琪父亲说，这是我的第2次。这个世界停了24小时，你应该和我一样，因为总是慢半拍，所以每天都比别人多了几秒的时间。10几20年下来，就会比别人多出一天。这就像是银行的利息，有人多一天，就会有人少一天。小琪丢掉的一天就是这么来的。小琪父亲说起了当年的事。那天我骗小琪说去买豆花，其实是想找一个高楼往下跳，因为我总是慢半拍，不善沟通，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一直是笨笨哒，无论事业还是家庭都温温吞吞。人到中年以后，我对老婆孩子无话可讲，开始变得透明，甚至可有可无，经常在半夜惊醒，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没有活过一样，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感觉自己被遗忘了，心里有了一种想要消失的冲动。那天给孩子做炒饭时，我忽然想结束一切，不想再演下去了。于是我走到一座楼的楼顶，爬上围墙准备往下跳，忽然发现下面的一切都是静止的。这种奇怪的现象让我对人生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。时间可以暂停，人生是不是也可以？我不想继续播放同一个影片了，我想要直接换一个频道，过不一样的人生，变成另一个人。于是我决定离开原来的生活，放逐自己，四处流浪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我才发现，火车出轨还是火车，不会变成飞机，我还是我，不会变成另一个人，变成另一种个性。终于，我接受了平凡的自己，不再期待崭新到可以起飞的人生，但对家庭的愧疚也让我无颜再回去了。到站之后，阿泰给他和小琪拍了一张合影。小琪的父亲下车后被一个和尚接走，接着阿泰把小琪送回了家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女神，他不敢有任何亵渎的念头，直到天亮时才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。在8点35之前，他将一切恢复原样，然后世界开始运转。他去照相馆洗好了照片，然后去邮局寄信。他本以为他们一起创造了恋爱的回忆，再次见面就可以靠着肤色相认，但小琪还是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他寄信8块。虽然无比失落，但阿泰还是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。走出邮局，他忽然想起他答应过小琪的父亲给他买一杯加绿豆的豆花，可刚转身他就被一辆卡车撞倒。看完阿泰留下的照片和信，小琪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开始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，原来这个世界上始终都有人在爱着他，羡慕别人与顾影自怜，不过都是自设的屏障。脚踏实地接纳平凡的自己，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。就像他从未想过那碗没有送到的豆花，父亲心心念念了几十年，很少见面的母亲一直在给他的脸书点赞。只是就像丢掉的情人节一样，他因为走得太快，走得太急，丢掉了很多很多，也忘记了很多很多。或许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东西不是凭空消失的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忽略、怠慢以及视而不见才会消失的。当小琪得知自己口中的怪咖和猪头会10几年如一日地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他不愿再一次忽略和错过。他在那个邮箱所在的邮局找工作，一直等阿泰，即使慢一点也没关系。终于在363天之后，在下一个情人节到来之前，他终于见到了阿泰。阿泰拿出一盒冰镇绿豆豆花，小琪眼含热泪。他的情人节终于来了，也永远不会消失了，因为他的人生信条已经从你要好好爱自己，因为没有人爱你，变成了你要好好爱自己，因为有人爱着你。消失的情人节是陈玉勋执导，2020年上映的作品。影片获得57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在内的5项大奖，23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剧情长片、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剪辑。要知道，这部电影可是顶着金马奖最大赢家的头衔，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。特别是在阳光普照爆火之后，它还成为了豆瓣年度华语片第1名。后来又代表台湾征战奥斯卡这部剧情片，可以说是吊足了影迷的胃口。但如果你仅仅把它当成一部爱情片来看的话，个人觉得是对这部电影的一种误解。影片当中有很多奇怪的设定，
比如快人一步的小齐、慢半拍的阿泰、突然出现的壁虎、消失的小齐父亲、广播里的马赛克，还有骑摩托的和尚，这些元素加在一起，使得这部电影不再是一部简单的爱情片，而是一部人生哲理片。它讲述的其实是快节奏的生活带给人们的不幸福感以及焦灼感。那些不被我们重视的东西，都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比如亲情，比如纯真，比如爱情，比如自己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渐渐迷失了方向，每个人都在急不可耐地奔向终点，生怕慢了别人一步。可我们却忘了，人生的终点是死亡。慢一点，你才能欣赏路上的风景；慢一点，你才能发现被忽略的感情；慢一点，你才能找回被遗忘的东西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、点赞、加评论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